嘿，大家好，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金银满仓。今天我要回答大家一个留言最多的问题：2026年到底怎么投资？尤其是新手，现在的股票价格这么高，还能买吗？放假这几天我就深入研究了一下，发现市场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信号，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买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3点：第一，这个诡异信号是什么？第二，历史上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第三，我们如何要做？本视频内容都是个人投资笔记，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首先是诡异的信号。2026年2月12日，世界不确定指数 WUI 创下历史新高，超越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时的水平。这个 WUI 指数是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对各个国家各个经济板块的报告中出现的不确定性这个词语的频率用这个词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现在这个指数就到达了21世纪的最高点。接着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3日，在62届全球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旧世界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1945年二战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已经被摧毁，我们未来面对的是战争和混乱。接着2月15日，桥水 CEO Ray Dalio 发表了万字长文，题目是官方观点，世界秩序已经崩溃。Ray Dalio 在文章中讲，这种崩溃是历史的潮流，具有不可抗拒性。然后我又查了一下桥水基金在2026年2月的最新持仓报告，文件显示，他在2025年12月进行了大幅调仓，增持了全球最大的黄金矿企纽蒙特矿业，并且加仓了 AI 科技巨头英伟达、亚马逊和美光科技。接着，最近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所有人都在担忧这个世界具有巨大的不确定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美股市场就出现了几十年都难见的奇怪景象。新闻上到处都是道琼斯指数历史上首次突破5万点，标普500、纳斯达克都在高位震荡美股一片欣欣向荣。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VIX 恐慌指数，它最近就从13飙升到22。通常在这个指数飙升的时候，大盘都会下跌，但这次并没有，大盘在高位震荡，没有明显的下跌。接下来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华尔街知名研究机构 The Corbett Letter 在报告中写道，在2月的交易日中，至少有115只标普500成分股在单日下跌 7% 或者是以上，但是标普500指数仅从历史最高点下跌 2%。 在以前，标普500中110只股票在8个交易日内下跌 7% 或者是更多的时候，平均指数回撤幅度是负的 34%。 在历史上发生过这么多股票大暴跌，还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股灾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就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标普500一共才500只成分股，其中1/4的股票在不到2个周的时间都经历了惊魂跳水。 PayPal 单日跳了 20%， AMD 跳了 17%。 如果我们再拉长时间的看的话，像 Adobe、甲骨文、ServiceNow 这样的软件股几乎全都是腰斩。而再往前看一下，白银暴跌了 30%， 比特币也跌到了6万多，好像一切的资产都在跌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究竟是崩溃的前兆，还是进场的机会？接下来就是第二点，为什么会这样？大盘为什么没有跌，其他资产都在下跌？它主要是因为标普500前10大巨头，苹果、谷歌、特斯拉、伯克希尔等等10个大公司就占了总市值的 36%。 只要他们没有大跌，整个大盘就不会有大变动，其他小股票就算跌到脚踝也不影响大盘。所以现在的市场就会给大家一种幻觉，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很多个股都跌成了股灾了。这种市场环境对新手来说非常凶险只要你不小心选错一只股票，那损失就可能非常惨重。尤其是现在的市场叙事逻辑变化太快了，之前是只要哪个股票沾上 AI 就能大涨，现在变成了只要 AI 可能取代某家公司这家公司就先跌为敬，直接腰斩。而且现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业绩不及预期，那就是 20% 以上的大跌。比如之前的什么联合健康，而且就算是业绩好，也照样大跌10几个百分点。现在的整个市场都有点乱套的感觉。现在的标普500没有明显的回调，但是如果大盘继续创新高，而且其他的板块如果继续腰斩，
那就会触发一个非常危险的技术指标，叫做兴登堡胸罩。兴登堡 Hindenburg 它是德国纳粹时代发明的一种飞艇，193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坠毁。兴登堡这个技术指标的意思就是，虽然庞大的飞艇看起来还在天上飞，但是它内部已经起火，随时可能坠毁。而在历史上，每次出现大盘股和小盘股相互背离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大盘最终都补跌了。第一次是1999年到2000年的科技泡沫，纳斯达克在创新高的同时，数百只中小科技股已经悄悄地跌了 50% 以上。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9个月，最终纳斯达克从2000年到2002年的10月，一共跌去了 78%。第二次是2007年，标普500在10月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金融股和房产股在当年的7月就已经暴跌了，最终标普500也开始补跌，从高点到底部一共跌去了 57%。第三次是刚过去的2021年到2022年，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在2021年的11月到2022年的1月份连创新高，但是小盘股罗素2000在2021年的11月份就开始跌入技术性熊市，最终标普500全年跌了 19%， 纳斯达克跌了 33%。 这个刚过去的事情还是历历在目啊！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补仓，到现在还是赚的。而2026年2月这个市场的状态就和前3次的前夜非常相似。我并不是说这个大盘在未来 100% 会暴跌，它只是跟过去很像。未来其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啊，量子物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我分析了一下，未来可能会出现3种情形。一种就是熊市，就我们刚才说的，概率大概有 30%。熊市意思就是标普大跌 20% 到 25%。出现这种局面需要有几个完美风暴的配合，一个就是沃什上台之后释放了超预期的鹰派信号，美联储就开始缩表不再放水，然后再叠加上 AI 相关公司的财报不及预期， AI 板块大跌。第二种呢，概率有 45% 左右，是震荡调整的，标普500就在现在的点位上下震荡，可能会回调 10% 到15% 左右。这种情形下，资金就会从 AI 受益的各种的小盘股啊、消费股啊、能源股，还有什么巨头股啊，相互的轮动。持有标普500指数的朋友可能会经历先跌后涨，持有个股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旦选错赛道，就可能亏损 20% 到 30%。第三种可能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反弹但是概率只有 25% 左右啊。出现上涨的情形，必须是 Mega 7这些的巨头们，他们的财报必须体现出 AI 对他们的收益有大大的增长，然后再叠加美联储的降息预期，美联储对市场的流动性是缓慢的收紧，不能太快，这样就会出现强劲的反弹，大盘涨，小盘股涨得更高。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是超越所有人的预期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复杂，未来可能性都有。所以针对未来的重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第3部分我就讲一下，我们作为投资者，尤其是投资的新手应该怎么办。巴菲特在退休前给投资者最后的建议是这样说的：初级投资者最大的危险是在极度亢奋的时候入场，然后在账面亏损的时候就崩溃离场。解药就是定期定额投入，而且永远不要在坏消息充斥的时候卖出。现在就是坏消息充斥了整个市场，所以巴菲特对新手的建议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市场情况下，最好的策略不是梭哈，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现金流，叫做 DCA Dollar Cost Averaging， 中文叫做定期定额投入，就是每个月固定投入一笔钱，比如每个月20号投入2000块钱，不管这个市场的涨还是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市场跌的时候你买入的份额更多，成本更低，在市场大涨的时候这个风险是更高的，你买的这个份额是更少的，这样长期下来，你平均的持仓成本就会大幅降低。我以前在做私人银行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长期坚持 DCA 的客户，反而他们是比一把梭哈的客户这个长期的收益是更高的，而且他们的心情会更好，不会跟着这个市场大起大落。第二点就是如何选择核心仓位，我自己选择的就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优质资产，比如 VOO 或者是 SPY。很多人平时都上班，没时间研究个股，所以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猜哪只股票会涨，只要买一个整个的美国经济就可以了。过去10年 VOO 的年均回报率是接近 14%，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标普500的市值集中度过高，
所以也可以搭配一些等权重的标普500指数，比如 RSP， 它里面的每家公司都占 ETF 的 0.2%。2020年至今，等权重的标普500已经跑赢了 VOO。摩根大通也在最新的报告中推荐等权重指数，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增长会让更多中小盘股受益，这个大家可以搭配一下了。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AI 到现在有没有泡沫，还能不能投？我的答案就是一定要投资 AI， 但是要选对股票，一定不要买那种沾上 AI 就能涨的概念股，没有真实利润的，一定要找那些真正能把 AI 转化为真实利润的公司。什么样的公司真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种就是 AI 基础设施，发展 AI 必须要用的东西，比如英伟达的显卡，台积电制造的芯片，台积电又要用哪种的光刻机，而光刻机又要用谁的不可替代的这种的光刻胶，这样顺着整个产业链的逻辑往下走。第二种就是传统行业中无法被 AI 替代的，但能用 AI 真实提升自己收益的公司。我以前在研究川普的节目中就讲过一个公司，就是传统行业中无法被 AI 替代的，又能赶上美国大基建红利的公司啊，就是 CAT 卡特彼勒。它现在不是一个挖土机公司，它是 AI 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卡特彼勒全 AI 自动矿山卡车已经在矿山里跑了很多年了，而且是零工伤。我从1月份讲它到现在已经涨了 20% 多了，但是这么猛的涨幅，接下来肯定会出现回调。但是长期来看，我还是看好这种的公司的。大家可以顺着这个逻辑去找一些新的公司，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个股非常危险。AI 主题的 ETF 可能会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我把他们的风险从低到高给大家梳理了2档。第一档就是稳健型，买 AI 的这种卖产人公司，也就是半导体的 ETF SMH， 它持仓的就是 AI 的硬件地基，英伟达、台积电、博通、美光、ASML 等等的。逻辑就很简单，不管是谁赢得了 AI 的软件之战是谷歌、亚马逊还是其他的公司，他们都得买这些芯片。这个 ETF 过去10年的回报是 33%， 费用只有 0.35%。第二档就是进取型 AI 科技的 ETF， 代码是 CHAT， 这个是全球第一支专注生成式 AI 的 ETF， 而且是主动管理型的。前10大持仓包括谷歌、英伟达、微软、Meta、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高通等等的，管理费稍微贵 0.75%， 但收益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我提醒大家 AI 的 ETF 建议控制在仓位的 10%到20%的，核心的仓位还是应该放到 SPY 标普500的宽基指数上。 AI 的 ETF 是卫星仓位，用来博取一些超额收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种每个月可以给你发钱的 ETF它这个是有的，而且这类产品在这2年非常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JEPI， 全名 JP Morgan Equity Premium Income ETF， 它是摩根大通旗下的明星产品它每个月都派股息，1年12次，每个月你都能拿到收益而且年化的股息率是 7.99% 左右。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个 ETF， 它每年可以持续的上涨，而且还能拿到 8% 的股息每个月可以分红，这个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我自己会用它每个月产生的收益进行定期定额再投资实现利滚利。这个 ETF 的运作方式是持有美股的大盘股，然后同时卖出看涨期权，用期权的权利金收入来派发每个月的股息。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它的代价，就是在大牛市里，这支 ETF 无法跟着大盘暴涨，它只能帮你赚稳定的房租。大家要记住，高分红的 ETF 它不是存款，它的净值也是波动的，你买了以后也可能会损失。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它的表现还是可以的。最后总结一下，在未来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你既不能完全置身于世外，放弃 AI 发展的这个红利，也不能梭哈，因为一进去可能就会暴跌。股神巴菲特推荐的策略就是定期、定额、定投，以 SPY、VOO 作为主力，享受整个市场的收益，然后搭配 AI 板块的 ETF 或者是头部的核心股票，最后再加上每个月给你能带来现金收入的高分红的 ETF， 每个月持续有现金进来，然后你每个月又持续投入，利滚利，这样你就可以搭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投资组合。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美股开户可以点置顶留言的链接，过年期间还送英伟达、台积电股票，大家可以撸一下羊毛。大家还想听什么投资话题，也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